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环华半年啊。昨天我们看完这个嵩山古堡之后，就在这个停车场露营的啊，在这儿把我们的衣服给洗了一下啊，因为这边太阳很强啊，现在已经都干了，把衣服收拾一下啊。现在已经是1点钟了啊，忙了一上午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先吃个饭，吃完饭然后下午再找地方逛一逛。今天还是3件套啊，甜茶、藏面和肉饼啊。今天主要就2个地点啊，一个是白居寺，一个是帕拉庄园。白居寺我们2个大殿我们已经转完了，一个错亲大殿，一个10万佛塔。这个寺庙比较奇特的一点是，这边它是萨迦、格鲁、布顿3教并存啊，就是3个教派在一个寺庙里边。这是第一个比较奇特的点。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身后的这个10万佛塔啊，整个下面有106个殿啊，每个殿里边都供的佛像。非常的精美，据说里边算上佛像、画像，一共有10万佛像啊，这是这个寺最出名的地方啊。刚才咱们去那个错亲大殿的时候啊，刚进去，在那看那个酥油点的那个酥油灯啊，一大池子里边有2个灯芯，火非常微弱啊，我就靠近瞅了一眼啊，那火就灭了。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，然后我就找旁边的僧人啊，然后他从那个酥油里边夹了火，然后给我去把那2个酥油灯灯芯给点起来了啊。看这上面手上弄的这个酥油啊，因为手上有酥油啊，还没找到洗手间啊，就只能这样举着走啊。咱就这样拜了一路。这边白居寺、错亲大殿和宗山古堡同屏了啊，这是江孜的著名景点。这个拉康关门了。今天咱们又学到了2个术语啊，拉康和扎仓。拉康的意思就是说佛殿，可以这么理解啊，供养佛像的地方。然后扎仓就是研究佛学、研究佛经的地方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学习场所。然后就是一个扎仓啊，这边刚才不是说有3个教派吗？这边应该是属于一个教派的学习的地方啊。导览图上面一共有3个扎仓。应该是这边3个学派他们自己研学的地方啊，然后这边有1个扎康，就是有一个供佛的佛殿啊，另外2个它有自己专门的名字，一个就是错亲大殿，还有一个是10万佛塔。我们身后的那面大墙啊，叫斩佛墙，这个有个来历啊，这边每年有一个叫斩佛节的节日啊，就是会有一幅巨型的唐卡，就是佛像的画啊，几十米的那种佛像。平时这个画会包起来啊，就是收藏好。然后每年的斩佛节这一天呢，就会在这边啊把它整个展起来，只有这一天才会展示出来。平时都是封起来的啊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，一幅巨大的佛像画。在这个墙上展示出来啊。这个白居寺我们就逛完了，接下来准备去帕农庄园。看很多人都在说帕农庄园
好几年都没开了啊，因为江浙县城不大嘛，这个地方离我们就5公里啊，开车也就10分钟。没开的话，我们就去在它周围转一下啊。这个帕农庄园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。咱们现在到了这个帕拉庄园，确实是关门的，国家3A级旅游景区，我们就远远的看一下就行了。整个帕拉庄园就这么大啊。这个庄园相当于这边的地主啊，说白了，这边就是以前一个比较大的地主的家啊。重点还是在地主拥有的土地和奴隶啊。这个家不大。我们昨天看的宗山古堡啊，是藏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英国啊，一个比较值得纪念的地方啊。这边帕拉庄园是西藏解放百万农奴啊，一个代表性的地方吧。这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地方啊，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奢侈品啊，什么 LV 啊这些东西都有。我感觉比内地的地主啊还奢侈啊。西藏的庄园很多啊，而且我们之前去西藏博物馆了解的，到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后期，本身宗教就相当于是最大的庄园主啊，控制着最多的庄园土地和奴隶啊。这个其实里边看不看我觉得无所谓，主要是了解一下知识，学习一下就行了。今天就是这样了啊，继续下一个旅途了哈。